为什么等级意识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里？为什么奴性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一旦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就会变得人格扩张？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读到心理形态的问题和人格的压缩与扩张这两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心理形态的问题。我在国内时发现一种倾向，只有干部，而且还必须是高级的干部，在面对外国人时才会觉得自己与他们是同等人类。至于一般老百姓，在外国人面前往往会觉得自己矮了一截儿。中国人既然在自己人的社会里也早已经把官与民分割为两种不同的人类，那么出现上述的情形实在不足为怪。在中国人之间，唯有管别人的人才会有较高的自我估价，因此他们追逐人上人的地位，与西方人拉成一个平手。至于一般老百姓，则不论在满大人或杨大人面前，都会觉得自己是次等人类。国内优待外宾的办法是搞礼不下庶人这一套的，因此就将老百姓低下的地位制度化。然而他们低下心理的形成还具有来自文化深层结构的原因。确实，一个在人格组成中含有许多他知他虑的成分，在身上必须有外加一致的人，在一个自我组织独立自主人格的人面前，是必然会感到自卑的。一个对自我的估价很低，不敢让自己太有吸引力，将自身的性当作是自己体内装载着的违禁品，而又不敢公然地表露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在另一个完全能够确立自己对自己的吸引力感到自豪，与自身的生命力没有失去接触，而又敢于公开展示自我的完整性的人面前，是会感到既怯又懦的。一个害怕落单而必须常常和别人在一起，不敢脱离群众或掉队，总是要别人定义自己，因此不能脱离这个定义自己的媒介，而去单独面对世界的人，在另一个独来独往，由自我这个基地以内省的方式去定义外在的世界，而又不断去让自己面对以及享受新体验的人面前，就会感到自己的整个人都好像很单薄，而别人的内容好像比自己丰富。一个必须在感情上常常受人照顾，人家待自己好，就会在原则的事情上向别人交心的人，在另一个不考虑人情公事，而任何事物都必须经由自己的大脑皮层左半球加以分析与批判的人面前，就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总是站不住脚，而对方在任何事情上都比自己有主见似的。中国文化对自我的残害是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在没有干部压在头上的香港人与台湾人之中，也出现这种心理形式上输给西方人的情形。也有一些中国人整天都认为自己遭受歧视。在美国，种族主义当然是存在的，在与中国人逢外国人就称作鬼的程度相比较，显然中国人更加种族歧视。一般来说，美国人对一帮人是比较友善的，而且多半是站在个体化的角度去对待人，也是站在这个立足点上去交朋友。然而中国人在倾向于将人类性化，因此不只将洋人类性化，也将自己类性化，结果就下意识地将自己这个个体放入了一个较低级的类中。心中既然已经有鬼，一旦碰到了对抗的场面，发觉对方完全充满自信地侃侃而谈，本身是什么就表现什么，不搞和，而自己的攻击性就发挥不出来，自己的这一方的意见也总好像是不够具有合法地位似的，伸张不起来，于是就感到被压制，并且认为这就是种族歧视。于是不少人就堕入了14亿人的丛林中，以求扬眉吐气。然而即使参加了海外的爱国运动，也只有当觉得自己是14亿人这个巨龙的一片鳞甲时，才自大一阵儿，在单对单地面对洋人时，还是有矮了半截的感觉。正如鲁迅所言，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是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真的是一针见血的论述。上述的心理形式往往与一个人的天赋无关。一个人即使天赋条件比较优越，但是如果他总是在心理形式方面将自己放在他人之下，就会主观地觉得己不如人，
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慎道曾经对士做出过分析，他指出，人臣总是受制于人君，总是后者只是蠢才，因为这种事已被先定的地位所决定。因此，在心理形式上受制于他人的人，纵使自己的条件更为优越，也表现不出来。在他治他律生效的情形下，中国人总是自我压缩的，搞到没有个性，逆来顺受，妄自菲薄。因此，中国人从来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处理自我估价的问题，就如同他们从来不知道如何进行有控制性的攻击一般。于是，当纪律一旦失效，就会出现傲气凌人的嘴脸。笔者发现，在中国人之间出现言辞的屠杀，也就是当众在口头上将别人损下去，将自己抬高到对方的头上的频率，比新教文化下的人士要高许多，而有点接近于拉丁文化。这种情形确实不符合实际地将自己的价格放到了自己的价值之上，并且还用损别人的方法去拉低别人的价值。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即使在表现所谓的个性时，仍然需要借助二人来定义自己这一人，也就是靠铲低别人来肯定自己。然而，使自己的价格达到全面恶性膨胀程度的，就是特殊化的倾向。笔者在台湾以及后来的海外的政治运动中，都曾经碰到过一些具有权力狂的人，他们往往有成为毛泽东第二的欲望，并且摆明，为了达到这个地位，就是有几万条人命垫底也无妨，好像不如此想就不足以对自己的重要性下定义似的。这虽然只是政治意淫，却也反映出在中国文化中有他在别人身上抬高自己的倾向。中国人是必须由他人来定义自己，而又是用等级来对人估价的，因此作为人上人就必须由他人来垫底。于是一些自认为是人上人的候补者，就像没有堤岸的河流一般，做泛滥式的恶性膨胀。虽然他们其实仍然是没有自我，而只是去模仿一个类型。第二个专题，弱者道之用，人格的压缩与扩张。中国人的人格既然是自我压缩的，因此整个文化基本上是一个弱者的文化。然而它除了造成大多数人的弱化之外，却也同时产生了弱者取胜之道，那就是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欲取先予，欲擒故纵，借力打力等等。因此，中国人一方面可以因自我压缩而搞到事事逆来顺受，另一方面又可以将自我贬义当成是一种姿态来满足私欲。在中国人那样提倡和为贵与西征的文化中，如果公然地追逐利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而成为被铲平的对象。因此必须在表面上退让，以造成自己无私的形象。一旦建立了自己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之后，就可以在别人不知觉的情况下，用拐弯抹角的方式去谋利。因此必须造成夫伪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形式，才是取胜之道。这是一种从反面取胜之法，因此必须掌握这样的原理：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不少中国人在面对人时，第一回合往往会先做自我贬义的姿态，但是后面紧跟着的言辞或动作则是抬高自己。因此就有点像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一书中描写的西普这一角色，他总是对人说我是很卑贱的，然而却并没有阻止他用卑贱的手法去推进自己。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西普式的人物确实也太多了。老子劝告人必须做被众人踩的道路，或者地下的山谷，才会让自己得尽好处。确实变成了道路，虽然被众人踩，要走路的人却离不了它，因此就造成了众人对自己的依赖之势。变成了山谷，虽然成为最底下的地位，但是所有的山间泉水都会全部聚集到自己这一方来。因此中国人制服别人的方式往往是让自己去做卑下的事情。八路军和解放军之所以能够赢取民心，是因为他们不像军阀与国民党军队一般肆意鱼肉百姓，而是在明明掌握着枪杆子的优势底下，还去替他们服务，如周文王一般以大事小，真正做到了能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至于中国人打击别人的办法，却往往是先将对方抬高，故意地将对方抬高，就会使他得意忘形，沦于轻敌，疏于防范，自己就可以乘虚而入，或者造成他树大招风，成为众矢之的，就可以假手于群众，将他铲平。这个原理用在中国的武术上，就变成了借力打力。
让对方的冲势越威猛越好，反正最后还是会反弹到他自己身上。这个原理用在军事上就变成了卓越的游击战术。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逃我追的打法，就是弱者倒置用的最典型运用。如果自己本来就是弱，还不妨运用弱者制胜之道，但是却无需将弱变成一种美德。至于对整个文化的前途来说，这种态度就更是要不得，因为它培养了奸诈狡猾，并且让弱者用不公平竞赛的方法去战胜强者，造成反淘汰，是违反大自然中健康的演化路径的。自我压缩是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常态，然而在统治阶层中，我们却可以看到自我扩张的人格，这种情形乃古今中外之通例。不过中国人的产品主义既然特别厉害，因此特殊化就格外明显。高干子弟的自我估价比老百姓高得多，因此没有像老百姓那般自我压缩。至于某些首长，尤其是第一代的革命家，则往往是很有个性的人物，领导这个角色可以尽情发挥，其他的角色却变成了活动的布景板一般，一点也没有个性。恐怕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至于像毛泽东与周恩来那一级的人物，则更是旷古少见，他们比任何同时代的西方领袖都要伟大。确实，由10亿人造成的金字塔尖也必然是如此。可惜中国人搞自我扩张就必须做人上人，而不能像西方人那般，在同一个平面上让每一个个人都有自我扩张的权利。